印度方面一定要把曼尼普尔袭击事件和中国扯上关系，主要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政治理上的无能。中国从来不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反政府武装，中国的行为模式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米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说印度在曼尼普尔的统治全面失败。11月15号印度的阿萨姆步枪队的一个车队在印度的曼尼普尔邦遭到武装袭击，伤亡惨重。阿萨姆邦步枪队是印度的准军事部队，它是1835年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建立的，实际上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帮凶，相当于当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阿萨姆步枪队曾经多次跟随英国上战场，一战的时候部署到欧洲和西亚，二战中部署在缅甸。中国西藏民主改革以后，印度是惊恐万状就把这个阿萨姆步枪队部署到藏南边境地区负责边防。目前阿萨姆步枪兵一共有46个营，大约7万人，总司令挂中将军衔。印度的曼尼普尔邦比较特殊，几十年来反政府武装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一直都很活跃。从1980年到2004年，印度政府把曼尼普尔归类于动乱地区，适用于印度的武装部队特别权利法。这项法律允许印度军队不尊重私人财产和私人住宅，可以不经法律程序拘留个人长达24小时，如果需要可以无限期的羁押，没有搜查证就可以进行搜查，不经审讯就可以枪杀携带武器的人，超过4人聚集就可以直接开枪，杀错了人也可以豁免。印度政府动用阿萨姆步枪兵对曼尼普尔进行血腥的镇压，他们进入曼尼普尔地区以后，立刻引发了血雨腥风。执行镇压措施的阿萨姆步枪队的官兵进入曼尼普尔以后，不分青红皂白，把抵抗组织一律称之为恐怖分子或毒贩。很多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的成员没有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就被直接杀害了。2004年阿萨姆步枪兵还强奸了一名曼尼普尔的妇女，受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印度政府被迫解除了武装部队特别权利法，但实际上镇压活动并没有放松。曼尼普尔的抵抗组织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了，他们不断地收集武器反抗印度军队的镇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从2009年到2018年，镇压与反抗造成了1000多人的死亡，双方已经是血海深仇，不死不休。这一次这个阿萨姆步枪队的指挥官被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袭击，全家被杀。从外人的角度看确实有违人道主义精神，但是站在抵抗组织的角度看，要让他们放弃报仇雪恨，确实难度有点大。袭击事件发生以后阿萨姆步枪队的很多退役将领发表谈话，指责是中国指使了这次行动，还指责中国为曼尼普尔抵抗组织提供了训练、武器、游击战术和安全避难所，试图牵扯印度方面的兵力，减轻中印边境西线的压力。这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印度有什么证据呢？他认为中国一直支持缅甸禅邦、洛开邦和克钦地区的一些民地武，并且提供武器弹药。印度军方在清剿活动中发现了一些中国制造的步枪、手榴弹这样一些武器。然而对于另外一些来自苏联前苏联来自俄罗斯的、东欧的这些国家的兵工厂的武器，印度方面就选择性的无视了。印度方面一定要把曼尼普尔袭击事件和中国扯上关系，主要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政治理上的无能。中国从来不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反政府武装，中国的行为模式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具体的案例包括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抗美援老、阿富汗战争、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制度等等。中国的每一次出手都对所在国的局势乃至国际政治局面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都让不可一世的美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促成了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战略性的演变。中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南非的种族主义制度，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和人权事业的发展。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军事援助和装备的销售，直接导致了活动多年的猛虎组织覆灭。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决定参与某个国家内部的政治进程，那就一定要做出一些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成就来。以中国的实力和政治斗争的智慧，如果真的是介入了曼尼普尔的话，那这个地方早就独立建国了。既然印度方面没有能力把曼尼普尔治理好，还搞出了连年不断的流血事件，那就表明曼尼普尔真的不适合留在印度版图之内了。放他们独立，或许对印度政府和曼尼普尔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